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15种抠门小气面相，为了钱谁都能出卖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，也会跟一些很自私的人相处。即使自己对他们很好，他们也不会为了你付出什么，到最后自己什么都没得到。其实小气吝啬的人真的让人很难以接受，就像是鼻子尖削无肉一样，他们真的很喜欢占他人的便宜，但自己不愿意为他人付出，这样的人真的很令他人讨厌。那么什么样面相的人抠门小气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鼻孔朝天无肉。在面相五官中，一个人的鼻子作为脸部最突出的器官，是和一个人财富运势息息相关的。从面相的正面来看，若是看不到鼻孔，而且鼻头上面有肉，说明这样的运气是非常好的，他们的挣钱能力是很好的，能够在公司中是一个领导人才，平时的生计根本不是问题，能够获得相当多的钱。但是如果从正面能够看到鼻孔，而且鼻头无肉的话，这样的人挣钱能力一定很差，他们在公司得不到领导的重视，而且平时的时候攒不住钱，一有钱就会胡乱挥霍，大肆的花钱。这种人到老注定是孤苦无依，找不到自己相伴的人。2. 牙齿稀疏。在面相中，从一个人的嘴巴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挣钱能力。若是一个人的牙齿稀疏分明，这样的人他们平时是没有什么出息，会漏财，肯定把钱财聚不到一起，就算是挣到钱之后，也会平白无故的把钱流失。这种人一生的运势都不太好，属于老天跟他们作对。这种人做事的时候十分不靠谱，说出来的话也不能相信，一般都是说空话。这种人在事业上很难以大施拳脚。3. 印堂凹陷发黑。从面相的角度来看，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若是一个人的印堂发黑或者是凹陷，这是非常不吉利的面相。俗话说得好，印堂发黑的人健康问题很严重，这种人他们不仅身体可能最近会有大灾害，而且事业上也会经历大的波折。这种人可能最近会出现破产的情况，他们平时心胸狭隘，朋友比较少，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自然也没有朋友来相助。这种人破产是轻而易举的，一辈子都很难翻身。4. 眉毛稀疏断开。一个人的眉毛对这个人的性格影响至关重要，从一个人的眉毛可以看出这个人最近的运势。若是一个人的眉毛稀疏甚至断开，说明这人天生就没有好命的可能，而且还是短命。这种人可能英年早逝，而且在中年时期必定会经历一场大的灾祸，这场灾祸会让他们有很大的损失，所以这种人在中年的时候可能非常的落魄，然后失去自己的家财，一辈子都是孤苦无依，找不到伴侣，而且就算是干苦活也挣不到钱，一生都是劳苦的。5. 鼻梁突出。鼻梁即人品，如果一个人鼻梁骨非常突出，如刀一般尖刻，没有肉感的话，这种面相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尖锐，属于非常不好的面相。这种人往往为人比较的尖酸刻薄，非常的挑剔，缺少人情味，为人非常的自私，说话做事往往不会顾虑他人的感受，从来都是只会考虑自己，非常的难相处，并且说话非常的直接，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，为人非常的小气和吝啬，就像铁公鸡一样，一毛不拔，一点亏也吃不得。6. 吹火口。所谓的吹火口，最重要特征就是嘴唇向前突出，整个嘴型看上去就像在吹火一样。这种面相的人一般嘴型比较的狭小，看上去有一些尖嘴猴腮。这种人大多非常的小气和吝啬，对自己非常的好，对他人却不是很友好，非常的抠门和小气，凡事只考虑自己，不懂得为他人着想，自私自利，严重只有金钱和利益，与这种人打交道一定要非常小心。7. 鹰钩鼻。鹰钩鼻顾名思义就是指人的鼻头弯曲，整个鼻型如鹰喙一般弯曲，因此称为鹰钩鼻。长有鹰钩鼻的人一般内心比较的阴暗，为人比较的冷漠，思想非常的偏激，心思极重，喜欢在背后算计别人，而且报复心极强。
如果一旦不小心得罪了这种人的话，那么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来报复。这种人一般非常的注重物质和利益，特别的适合存钱和积蓄，不喜欢胡乱花钱，对于钱财和物质方面非常的吝啬，也不舍得花钱，为非常典型的抠门面相。8. 下巴尖削。如果一个人下巴长得过于尖削无肉，整个就像是被一刀切一样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他们都是一些自私自利之人，自己看钱看得非常的重，天生就是守财奴，就连自己的亲人也别想多花他们一分钱，常常为了一点钱财而尖酸刻薄，属于典型的得理不饶人，给自己的生活增加生存成功。一旦发生纠纷，再亲的亲人也要无理搅3分，遇到一定要远离。9. 塌鼻梁。一个人鼻梁长得扁塌，看起来没有一点的气势，给人一种非常老实巴交的感觉，则往往这样的人心眼非常的狭窄，爱算计，总是在背地里算计自己的付出与得失，把金钱利益看得非常的重。而且这样的人呢，总是觉得别人的钱财来得容易，自己出门在外总爱算计别人，别想多花一分钱，典型的周扒皮，别想从他们身上多捞一分钱。10. 额头尖窄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额头长得过于尖窄，发际线明显的偏低，低于3指的距离，则往往这样的人财运不济，没有啥长久的发展目标，自己本身的能力不是特别的强，常常喜欢一个钱当成2个花，甚至能省则省，与他们长期以来的生活状态有非常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往往到最后，这样的人无论是做什么都很难有长久的打算，也没有啥幸福感。11. 口角下垂。大多数的人口角都是上扬的，如果一个人口角下垂的话，说明他们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且小肚鸡肠，斤斤计较，恨不得平日里将1毛钱掰成2半花。他们经常会因为生活中一些小钱和别人出现激烈的争执，比如说买菜买衣服砍价，或者是吹毛求疵，想要从商家那里拿到补偿等等，总之都会让整个人显得特别的尖酸刻薄。虽然这类人特别的吝啬，还舍不得花钱，但是金钱运势并不旺盛，手头会长期处于缺钱花的状态，尤其进入老年阶段，经济状况会变得更加紧张。12. 耳朵尖尖的。如果一个人耳朵上面尖尖的，又没有什么耳垂的话，这类人大多数都非常的抠门和自私，他们对钱财看得特别重，不愿意给身边的亲人朋友多花钱。每当出去和朋友同事吃饭聚餐，他们一般都会选择逃单或者 AA 制，总之绝对不会主动买单。与此同时，这类人骨子里也非常的冷漠和吝啬，如果有亲戚朋友陷入了经济绝境，向其开口借钱的话，这类人绝对会毫不犹豫拒绝。虽说很喜欢存钱，还特别抠门，但这类人的金钱运势并不理想，很难成为大富大贵之人。13. 鼻孔窄小。在面相中，鼻孔窄小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内敛，不喜欢表达自己，也不会轻易向别人敞开自己的内心。这种人做事非常的谨慎小心，花钱也非常的仔细，不论是该花的还是不该花的，通通不花，属于铁公鸡一毛不拔的类型。为人非常的抠门小气，只能自己占便宜，一点亏吃不得，所以这种人基本没什么朋友。如果身边有这种人的话，一定要远离，否则最后吃亏的肯定是你。14. 斜眼睛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斜视或者是斗鸡眼的话，这种人天生性格比较的多疑，除了自己不会轻易的相信他人，并且心胸非常的狭窄，总是把别人想得非常的坏，然后做事比较的冲动，性格偏执，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对待他人也非常的苛刻，喜欢与人争斗，缺少包容之心，在花钱方面也同样是小气和吝啬，一点亏也吃不得。15. 嘴小。嘴巴在面相为出纳宫，代表了一个人的进财能力和花钱态度。如果一个人嘴巴比较小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行事非常的谨慎，做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，首先考虑的是对他们有没有利。这种人一般口才比较好，能说会道，并且有着很强的察言观色的能力，属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类型，但是做事缺乏行动力，对于金钱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欲，为了金钱不惜代价。
对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也非常的小气，很让人受不了。在生活中，如果我们身边有这15种面相的人，那么一定要小心。除了对他们的付出没有回报外，他们还会盯着你的口袋，想尽法子来骗取你的金钱。给大家讲讲印堂面相算命。印堂这个词儿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古装剧中算命的，或是随便街头巷尾逛一圈遇上个算命的，大多便以施主你印堂发黑，恐有血光之灾疑而开篇开业。而从印堂之形状、气色观一个人的命运祸福，其实也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。下面小酱汁就带酱友们从印堂看命运，哪些印堂面相运势差，哪些印堂面相福气旺呢？11种不吉的印堂面相。印堂发黑。印堂是几大经络的交汇处，在面相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。我们常常能够听到说印堂发黑，大难将至。印堂的颜色暗沉，有青筋，说明这个人身体状况很不好，脾胃虚寒。如果是印堂发黑，就说明这个人供血不得足，容易感到疲惫。而在面相上认为印堂发黑，就表示这个人健康将会变差，运势也会跟着下降。印堂凹陷。面相中认为饱满有肉的印堂是比较好的，印堂是福气聚集的地方，印堂饱满就说明这个人是非常有福气的。相反的，如果这个人的印堂凹陷，就说明他福气不足，好的运气难以聚集，一生运势都是不怎么顺畅，多遇到阻碍。运势不稳定，时好时坏，导致他们的情绪也不怎么好，脾气暴躁，命运可以说是比较坎坷的。印堂过窄。印堂过窄的人，说明他们想问题喜欢钻牛角尖，时常会有比较极端的想法，事情难以想开，性格上就会是比较冲动的，情绪不稳定，过于看重自己的利益。这样的人是难以成就大事的，这样的人很难开心起来，总是皱着眉头，更加不会有好的运气降临，一生孤苦贫寒，容易生病。印堂有竖纹。很多时候印堂处的皱纹都是因为经常皱眉导致的，这样的人性格会不够开朗，又或者是多愁善感，心中会有很多想法，想事情喜往不好的方向想，性格会比较固执一些，其他人的意见都听不进去。而印堂中竖纹是凶纹，会招来霉运，影响人自身的运势，还会带来破财的情况。男人印堂处有竖纹，还会容易刑克妻儿。女子印堂过宽。女子印堂过宽，为人单纯，容易被骗。对于女孩子来说，印堂1指半宽左右刚好，若是过宽，说明此人比较开朗开放，没有主见，是个头脑缺根筋的人，容易被骗。所以亲人中如有此类印堂者，一定要从小教其注意保护自身。印堂有痣。印堂有痣，这本该是个好面相，被称为双龙戏珠，但谁知因为这颗痣不是正圆形或者是正黑色，所以为他们也带来了一些波折。本该属于自己的功名成了别人的垫脚石。如果说生活对他们不算公平的话，其实想想他们也并没有真正关心过别人的感受。如果少年得志是他们的梦想，那么得志以后却只顾自己往上爬，这样的成功恐怕也会引来天怒人怨。印堂多了一些杂纹。印堂多了一些杂纹，这样的杂纹代表个人走到哪里都容易招惹是非，可能是舆论的焦点。我们常常会说某人作风不良或者处事高调，其实有些时候只要个性强硬一点，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谈资。但如果走到哪里都有人说，就要反省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了。印堂有疤。印堂有疤的人事业发展不顺，职场上竞争很大，而这类人的竞争意识不高，容易在竞争中选择放弃。对这类人来说，竞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他们宁愿在职场上做一条咸鱼，靠着职场发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很难的。这类人经常会为了找工作而烦恼。印堂不平。印堂不平的人容易招惹小人，这类人喜欢高调过日子，这样的生活状态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，但是也是容易招惹小人的纠缠。
这类人因为小人的纠缠而很难有好的发展。面对生活的时候，经常会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不值得的事情上面，很难有发展。10. 印堂紧锁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印堂的位置紧锁，中间的位置比较窄，而且纹路长得杂乱比较明显，则大多数的情况下，长有这样面相的人天生就喜欢钻牛角尖，为人小气吝啬，极其容易暴躁发脾气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如他们的意，凡事都会皱眉头，长此以往形成的面相也会非常的差，甚至还会造成事业上的破败。11. 印堂长期发红。印堂红润，一般身体健康，做事如意，心情快活，所以就直接显到了脸上。不过这红指的是偶尔的红，是因喜事所激发的红。若是长年累月都泛红的话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多半是高血压或者心脏血液循环方面出了毛病，一定要及时看医生。2. 5种印堂面相佳。1. 印堂开阔明亮。印堂位于两眉头中间的位置，又被称之为命宫，而通常情况下，印堂的位置长得开阔明亮，看起来饱满有肉，则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心胸开阔之人，做事有主见，个人的能力比较强，日后一旦取得成功，必定会得到一番极高的发展，而他们的事业运势发展会比较高，日后一定能更上一层楼。5. 印堂微黄有光泽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印堂长得微黄有光泽，看起来气色比较高，则说明这样的人自身财气不错，命中显贵，说明最近会有好运上升，要么是官运亨通，会有上升之势，要么就是最近能够抓住机会发大财，天生就是富贵命，一辈子都不用担心会缺钱花，日子只会越过越好。3. 印堂仰月纹。仰月纹就是印堂处长着像一道弯月的纹路，有此纹路的人生来就十分富裕，他们的出身环境好，因此能够从六亲中得到鼎力的支持，事业方面做得风生水起，因此这种纹路的人最不愁没钱花，一生福气满满。4. 印堂平整。印堂平整干净，没有恶疤恶痣，也没有什么杂纹，宽度也是刚刚好的人，身体健康，智商情商都比较高，就是性格上也比一般人要好，而且有此面相的人工作或者事业都比别人要顺利很多，一生运势较好，收获也是比别人多了好多倍，他们的好运算是自然来，贵人运还很旺盛。5. 印堂饱满。如果一个人印堂外形饱满，首先象征的是其人头脑聪慧，擅长思考，有着出色的学习能力，是他们眼中极具代表性的聪明人物。这类人大都学习成绩优秀且运势出色，很少会在生活以及工作上遇到麻烦。其次，他们在社交方面也有着不俗的才能，有机会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。关于印堂的面相知识，虽然可能会有遗漏，但大致上也就这样了。我们平常看见人的时候，心里考虑到的这也就差不多是这些了。希望通过这些面相小知识，对于你日常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、找对象、找合作伙伴能够有些帮助吧。但是要切记2点：一，看人不能随意对号入座、喧宾夺主，先戴了有色眼镜再去分析别人的为人是不对的。2. 相不独论，印堂只是面相中的一个部位而已，它所带有的特点只是一个参考部位，不能一概而论，断章。讲讲什么样体相的人最有福气。一个人的身体还是可以看出许多门道，我们一般都会直观地观察一个人，首先喜欢与对方交往是主要的，如果你第一印象不好，那么有很大的几率不会交往。那么体相怎么看一个人的命运呢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一看吧。1. 这8种体相天生贫困。1. 眼神似醉，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、心理和气运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神看上去整天像喝醉了似的，给人一种昏昏沉沉的感觉的话，这种人整天看上去状态非常低迷，性格方面也较为的怯懦和胆小，做事缺乏积极性，对自己缺乏自信，
做事很难集中自己的精力，而且一旦遇到重大困难和挫折，很难重新站起来，从而自暴自弃，进取心非常的差，在个人的事业和财运方面很难有太大的转机。2. 鼻邪，鼻孔禄。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帛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人品和财运状况。鼻孔就相当于财库的大门，看一个人的守财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鼻梁歪斜或者鼻孔外露明显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术不正，歪点子比较多，但用不到正途上，花起钱来也是大手大脚，没有节制，消费缺乏规划，因此破财较多，攒不住钱，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，而且判断力不强，容易因投资失利而损耗钱财，很难发家。3. 牙齿稀疏发黄。牙齿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和健康，头发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气和态度。牙齿为神的花朵，头发代表着血气的盈亏。如果一个人的牙齿稀疏且头发暗黄干枯的话，代表着血气不足，这种人一般身体健康状况不佳，而且性格脾气也比较急躁，还喜欢在背后说三道四，惹人讨厌，做事急切没有条理，工作上时常会遇到困阻，财运上容易遭遇损耗。4. 手掌平薄。手掌代表着一个人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掌控力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水平伸开，看上去非常的平，掌心平坦不凹的话，在相学中这种手相称为手掌平薄，代表着财库薄弱，存钱不易。最好的是掌心内凹，能够存水，这种手型的人一般对于钱财的掌控力比较强，能挣能存，一生富贵。而手掌平薄的人不仅自身财气较弱，挣钱困难，而且花钱没有节制，存不住钱，一生劳碌辛苦，却难有收获。5. 手有漏财纹。所谓漏财纹是指在食指与中指指缝的根部有竖纹冲入。这种竖纹有3种情况，一种是由事业线而来，第2种是由感情线而来，第3种是一条单独的竖纹。无论哪种情况，只要是在食指与中指指缝的根部有竖纹冲入，都被视为漏财纹。从相学来说，食指根部为巽宫，为人的财库，掌管人的理财能力。如果此处被竖纹冲，便预示其人缺乏理财观念，或者是命里财运差，不是花钱大手大脚，消费欲望强烈，便是容易遇到破财之事，一有钱了就遇到麻烦，需要花钱摆平，等钱花完了，麻烦也没有了。总之，生有漏财纹的人很难存得住钱。6. 脚掌只有横纹没有直纹。脚是人走路的部位，行走的力度和态度也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就大小。如果一个人的脚掌只有横纹没有直纹的话，这种脚相是非常不好的。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稳，不喜欢在一个地点长时间的停留，做事也非常的不踏实，所以需要经常各地奔波不停，但是却很难有好的结果。虽然也比较的辛苦，一生忙忙碌碌，但是却挣不到什么钱，一辈子过得辛苦而劳累。7. 命宫深锁。命宫即是两眉之间的部位，在相学中也称印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思想、心胸、财运和社会地位。如果一个人的命宫深锁，则眉间的皱纹就会多而深刻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愁眉不展。这种人一般心思非常的重，性格比较内敛，心里整天装着许多事，也不会向别人展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，待人处事方面不够真诚，凡事喜欢计较，人缘不是很好，事业和婚姻都不太顺利，财运自然也好不到哪去。晚年容易无依无靠，生活辛酸艰难。8. 臀部削瘦。臀部属于身体的靠山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好坏和坐拥财富的能力强弱，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。如果一个人的屁股饱满有肉的话，
这种人一般心态非常乐观，考虑事情也比较的成熟和稳重，做事态度比较踏实，花钱也比较的理性。而若是一个人的臀部瘦削无肉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急躁，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野心非常大，做事容易急功近利，花钱也是大手大脚，缺少合理的规划，存不住钱，一生贫困。二，这8种体相大富大贵。一，胖人脖子偏短，瘦人脖子偏长。脖子为脑袋和身体的枢纽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、进取心和支配欲。脖子的长短相对于个人身材而言，如果一个人身材偏胖且脖子稍短，或者是身材瘦削但脖子略长的话，代表着财运较好。这种人一般进取心比较强，有着很强的掌控欲和支配欲，凡事喜欢占据主导地位，做事积极主动，目标感非常的强，很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，对于权力和物质都比较的热衷，善于交际，往往人脉宽广，会有很多的发展机会，事业顺利，收入丰厚。二，肘部有窝。手肘即是上臂与小臂的纽带部位，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行动力和进取心。如果一个人的手臂伸直，手肘处有一个明显的小窝的话，代表着财运极好。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洞察力非常强，善于发现和把握机遇，而且很有胆识和魄力，敢想敢干，做起事来有比较的细心和谨慎，非常的独立有主见，不会轻易受到外界的干扰，行动力特别强，只要下定决心就会立马去做，从来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机会，赚钱比较轻松，收入不菲，不喜欢乱花钱，一生富贵。三，印堂平滑丰满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在相学中也称命宫，为面相12宫之首，关系着一个人的财富运和命运。如果一个人的印堂饱满平滑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智慧，头脑非常的灵活聪明，做事有勇有谋，很有胆识，做事从来不盲目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决定，所以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得比较成功，收益丰厚，感情方面也比较的顺利，日子过得富贵而幸福。四，手掌大且厚实。相书中有云，手大抓金，手小抓土，意思是手掌大且比较厚实的人一般赚钱能力比较强，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，一掌才掌权。这种人一般性格方面非常的稳重，做事非常的踏实，而且很有想法和主见，不会随波逐流，善于发现身边的商机，赚钱门路多，经济实力也比较的雄厚，一生丰衣足食，但是为人太过实在，也容易因为轻信他人而上当受骗。五，肩部圆润。肩膀代表着一个人的承担力和责任心，在体相中时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。如果一个人的肩部长得比较圆润，但是体型又不显肥胖的话，为大吉之相。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好，为人处事方面稳重而大方，做事踏实，独立能力非常强，做事非常靠谱，容易得到别人的信赖，因此朋友较多，贵人运比较好，能够积攒下很多的经验和人脉，中晚年以后财运大好，赚钱比较厉害，收获颇丰。六，肚脐眼深陷宽阔。肚脐眼在相学中也称神阙穴，主管着一个人的精气和血气。根据肚脐的深浅形状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气、运气和感情缘。如果一个人的肚脐眼长得比较深陷且宽阔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身体比较健康，身体素质较好，而且聪明能干，正直善良，家里家外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，子女运深厚，子女往往很有出息，在事业方面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，婚姻生活也比较美满，能够赚到很多钱。七，脚背厚实柔软。脚为人立身之本，
如果一个人的脚背厚实有肉不露骨，也看不到青筋暴露，整个脚背非常柔软的话，这种人为难得的金贵命格，为人非常的实在，心胸开阔，不喜欢与人计较，也不喜欢玩弄手段，身边贵人较多，遇到困难时总有贵人相助，所以做事非常的顺利，一生也不用太过的辛苦，财运便非常的好，能够获得不错的财富积累，一生比较富裕。8. 龙角骨丰隆。所谓的龙角骨指的是额头两侧的额头长得较高，看上去就像龙角一样。这种人一般智慧很高，个人能力也比较强，而且志向远大，很有理想和抱负，自我约束力也比较强，做事很有规划，而且意志力比较强，会不断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，绝不会轻言放弃，即使失败了也能重新站起来，所以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做得非常出色，正财运和偏财运俱佳，特别的会赚钱，容易走向成功，日子越过越富。俗话说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很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。很多人只觉得上天对自己不公平而放弃努力，那么即使机会到自己手里也会流失，把握不住。所以无论你的命运如何，都要努力向上，这样才有机会迎来富贵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